野兽先生他是不是在初中的时候心里就想着一个钻石了？这个钻石就是他5年后要100万订阅。那最后呢，这个钻石有没有跑出来？所以很多人说佛经说万法由心造，到底是真的假的？万法由心造的这个提示词，你要输入提示词，不是输入在你的第六意识，你得输入在你的潜意识里。佛经里有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跟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是有一种好比量子纠缠一样的无形的连接。你在你的潜意识深层构建了一个你对未来要实现目标的那个场景，这就好比你跟整个世界的 AI 输入了你的提示词，这个时候潜意识 AI 就开始生成这个结果，就好像我们在使用 AI 生成图片、生成文字一样，它开始生成。所以任何一个人是可以跟伺服器沟通的，所以我们说佛性平等就这样。但这个跟这个源头沟通，不是靠你的第六意识去沟通，你第六意识只是你个体小我内的这些杂讯而已。Hello， 大家好，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啊，我这个频道呢，更主要的是记录一个过程，而不是记录一个结果。因为像野兽先生他说内容很重要，但我频道如果是以记录过程为主的话，有时候内容就没办法像他说的那样，就本身频道的定位性质不太一样。如果真的要像野兽先生说的那样的方式制作影片的话，可能就是，比方我这个频道都是记录一些过程，那之后呢，我再将我记录这些灵感和想法和一些累积出来的成果呢，我再另外制作成视频，放在另外一个频道，这样子可能会是这样的方式。就是这个频道的话是重视过程更胜于结果的一个频道。第二个就是呢，我最近就这2天我有在看那个体佛法师的频道，他在讲维摩诘经。因为我最近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是不是要尝试看看，比方说跟着别人读同样的经典和同样的进度来分享，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可以蹭一点流量之类的？就是做实验。因为他们都在读，比方说他们在读维摩诘经，然后他们读到哪个段落，那我也读同样的段落，并且分享一些我自己的心得，还有我自己读的方式，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嘛。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会有一些效果？但是我还没有去想到说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哈。所以说这2天就是有在想这方面的问题。然后呢，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很认真的去听过体佛法师讲课的内容，所以我就把他最新的这一集呢，就是比较耐心的去听了一下，因为他有2-3个钟头嘛。但我也是一段一段的听了，因为我也没有那么完整时间，我就是听一段听一段听一段，目前已经听了1个多钟头，1-2个钟头了，就是大概了解一下说他讲课的方式，还有说他讲课的内容。第3个就是呢，我想到野兽先生啊，他10几岁刚开始经营他的 YouTube 频道的时候，那时候他才只有几百个订阅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在想说，他未来要达到100万订阅。我就在想，他经营 YouTube 频道的一种心境，就是我们有读过吸引力法则嘛？有的人分享说，成功运用吸引力法则的经验，在 MrBeast 他还没有100万订阅的时候，当时他只有不到1000订阅，相当于野兽先生他在1000订阅的时候，他就在想象他自己100万订阅的时候的样子，他已经在想象那个样子了。但是呢，因为时间点还没到，所以说他有录了一个视频，就是说5年后的自己等于是他可能已经在想象5年后、10年后的自己是什么样子了。可是他当下还只是1000订阅，可是他想象的是他100万订阅。还有上次我分享的他经营 YouTube 频道的一些观念和想法和自己的心境，他也有提到说，他是以10年
为标准来构思他未来的频道经营，而不是2-3年他一次就是想10年的事情。相当于我这2-3天感觉有体会到一件野兽先生他没有说出来，但是应该是他成功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其实是有在运用吸引力法则。他这个人是很习惯于在5年、10年之前，他就在想象他未来要成为怎么样的人，要成为怎么样的状态，然后他的频道要变成怎么样的样子，他已经在想这件事情了。然后透过长时间的内化，最后呢，他把他5年前、10年前所构思的那个画面变成了现实所以其实野兽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吸引力法则的实践者，也是一个吸引力法则一个很好的范例。我在看野兽先生的影片的时候，我也有发现他有另外一个特点他做过一个影片，就是从1数到10万，就这个影片就是录影，他就对着镜头从1开始数到10万，他就把这个数的过程录成影片记录下来，好像录了40个钟头吧。他一开始好像是数到1万还是多少而已，后来他又挑战数到10万，后来这个影片也让他红起来。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影片的重点并不是让他红起来这件事情，而是这个影片凸显出了野兽先生的一个人格特质就跟他做 YouTube 频道一样，他这个人就是从1数到10万。那你如果把这个1数到10万想象成他做影片的话，其实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每一天的去积累，最后积累到10万。那当他决定要从1数到10万之前，是不是他心里已经想着说他的目标就是要数到10万？那他心里已经想了这件事情之后，他开始录影片，正式的录影片，然后开始数的过程中是不是会很累，会有很多次想中断想休息的时候，可是他最后也是坚持数到了10万。其实做这件事情从1数到10万这件事情本身是很无聊一件事情，但是你如果把这件事情替换成别的事情，然后你用同样的心态的话去做的话，其实这也是野兽先生的成功关键。而确实他14年来他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从1数到10万的这个影片呢，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野兽先生的人格特质。他除了会用吸引力法则在好几年之前就去思考他未来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以外，第二个他也有这个执行力，可以一点一滴的从1数到10万，用这样的精神一点一滴的呢，朝着他最初构想的这个10万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他一开始做影片的时候呢，他就构思说，哇，他5年后要100万订阅者，所以这100万订阅者就是他的目标。然后呢，他每天就是在积累他的这个订阅数嘛，就好像他从1数到10万一样，他每一点一滴的在数这个数字。所以很有可能呢，当他在录这个影片，当他在数到10万的时候，我们表象我们看到的是他数1到10万，其实呢，他内心的那个画面，他在想的是他的订阅数，他在经营 YouTube 频道的目标。10万的这个数字可能就象征了他100万的订阅数。然后他从1数到10万的这个过程中，他一直去坚持下去的这种动力，就好比他很坚持的，他一定要把他的 YouTube 频道做成功一样，他一定要做到100万订阅一样。所以说，从这边的话就会感受和体会到野兽先生成功的2个关键。第一个，他运用吸引力法则，我们也不要说吸引力法则啦，就是说他本身人格特质就是他会把他未来要做成的事情在心里已经先想象那个画面了。那我们现在称之为吸引力法则，但我们也可以说这本来就是一种人的一种行为模式，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都运用的技巧，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把这个技巧运用的那么成功。而野兽先生刚好就是以身作则的去实践这个技巧，而做得非常好的一个范例刚好可以作为一个印证因为现在全世界有3亿多的人都订阅他的频道了嘛，所以他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普遍性。如果举他的例子的话，大家可能就比较有概念这样。所以说，野兽先生成功的关键，我认为有2个核心的属于心法。第一个，他是从好几年前就在构思说他未来要达到怎么样的状态，所以他在潜意识里，他从每一天从1数到1万，每一声1、2、3、4、5、6、7、8、9、10，他所
念的每一声，就好比他所走的每一步路，而他在走的每一步路当中，他都不断在内化、强化他要实现的这个目标。就像你在爬山，爬山的过程中，每一步你都在想象着我到山顶的那个画面，从山脚下到山顶上，到山腰的这所有的中间所有的过程。所有的过程当中，他都不断在思考，在想象着他已经达到山顶的这个结果，不是到了山顶的那一刻他才在山顶，他在山脚下的那一刻他就已经在想象他在山顶的画面了。而大部分的人只是想象而已。可是呢，野兽先生他有那个执行力，还有那个坚持力，真正的走到山顶。所以说，野兽先生这个例子，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要说明说，我们佛家说万法由心造，那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心里想着一颗钻石，钻石却没跑出来？那你想想看，野兽先生他想象着自己5年后，那个时候他才初中而已，他想象着他自己5年后要有100万订阅，那这个100万订阅对他来说是不是比钻石还要钻石的一个东西？应该比钻石还要钻石吧？100万订阅它的价值是远远超过钻石一颗钻石吧？野兽先生他是不是在初中的时候心里就想着一个钻石了？这个钻石就是他5年后要100万订阅。那最后呢，这个钻石有没有跑出来？有，但这个钻石是凭空跑出来的吗？不是，他从1数到10万，用这样的精神一步一脚印呢，去把他为自己的未来所构思的画面变成了现实。所以从这个野兽先生的例子我举出来，还有这样子去联想，其实我们就可以了解佛家说的万法由心造的真正的具体含义。你除了在心灵的层面要去把你真正想要实现的那个外在环境具体化想象出来以外，你在山脚下，在这个1的开头，从1数到10万，甚至在这个1还没开始念之前，在野兽先生这个影片还没有念出1这个数字之前，他就已经构思好这个企划了，对不对？所以在0的时候，他就已经想象整个企划的过程和结果了。当他开始数1这一声的时候，是他已经开始做了。那很多人说万法由心造，为什么我想象一颗钻石没有实现？你这样子想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的误导。但是你如果用野兽先生的例子来去想，你把这个想象成一个自媒体频道，所有的人，你想要得到一颗钻石的人，你可以去想象说，你把这个钻石想象成一个频道，10万订阅或100万订阅，然后呢，你开始去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你去想象说，你这频道未来要长什么样子，要有多少订阅数，然后你从1开始做，一步一脚印的去做，那你最后会不会得到10万订阅和100万订阅呢？我相信是会的。但是就是这个从1数到1万的过程，你会不会中断？你会不会放弃？你会不会很累？你能不能够顺利的从1数到10万，克服这中间过程所有的考验和所有的阻碍和所有的干扰，然后顺利的爬到山顶？那野兽先生成功的关键就是说，他一方面他的意志力很强，他很早就在描绘他要达到的目标。第二方面呢，他有那个从1数到10万的那个毅力和决心。其实从这个小动作，尤其是对于一个初中生而言，他做这个动作，它代表他多大的决心？连一个成年人，你未必能够从1数到10万去贯彻始终，但是一个初中的孩子，他有这个决心，所以他长大之后，他做 YouTube 频道为什么越做越好？别人很多人达到一个瓶颈之后，他还能够突破1亿、突破2亿、突破3亿订阅，就是因为他有超乎常人的毅力和决心，去实践他心里那个万法由心造的那个场景。所以很多人说佛经说万法由心造，到底是真的假的？那你们从野兽先生的这个例子，你就可以知道了。很多人修行都想要开悟，就好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很多人在物质上就想要一颗钻石，就想要一夜暴富，可是他没有真的了解这个得到钻石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机制。精神上，你有没有对于你未来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很清楚？像野兽先生，他要达到100万订阅，或是说像他这个企划，他从1要数到10万，这个目标是很清楚的。你有没有对于你未来要实现的那个目标非常的清楚，非常的坚定？然后在你走每一步的过程中，你都不断的强化你要实现的那个目标。再来，你有没有真的去执行了？除了心里想说哦，我要一颗钻石以外，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万法由心造，它是精神和物质层面2个都要一起做的。
也就是天助自助者。你除了有这个心念以外，你要把心念具象化成为一个现实的成果。除了靠大环境的很多的帮助和大环境很多的因缘以外呢，我们本身有这个肉体的人，我们要去踏出这个脚步，去亲自去执行的。当你心里有这个目标，有这个心念，万法由心造，它是心中的一种频率，一种意念。但是当你有这个频率意念之后呢，要不要透过外在的肉体去行动？要的，不是说像变魔术一样，心想就变出来。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就没有真正了解佛法经典和我们这个世界运作的道理，变成说你是误解，你是错误的去理解这个概念了。所以说你当然得不到万法由心造的结果。说了这么多，其实主要的意思就是说呢，经典你说万法由心造，还有说整个世界运作的规则，它确实就是这样。但是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话，你要多加入一些时间、空间的因素，还有这个过程。所以我说，我这个频道其实是更重视过程，因为过程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东西。很多人以为说我一个想法，我就直接跳到结果了。然后他问你一个问题说，为什么我在想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的结果没有出来？但是第一个，你对于你的结果够坚定吗？第二个，你有去开始走这个从1到10万的这每一步了吗？你有去往你想要的结果迈出脚步了吗？那在这迈出脚步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中断放弃了呢？当你中断放弃的那一刻，就代表说，你对于你真正为了你当初想要实现的那个目标，其实你的那个心念是不够强烈的，是不够内化的。万法由心造呢，我们潜意识的力量是表层想法力量的上万倍、好几万倍，我忘记具体是多少了，反正就是比例很悬殊。所以说，当你想要一颗钻石的时候，如果你只是用第六意识在想的话，那个能量是很弱的，而且它是无法跟整个世界产生共鸣的。世界不会为了你而改变，不会为了你而吸引、塑造一些因缘去帮助你。但是呢，当我们这个想法，我想要一颗钻石，或是说我想要100万订阅的这个想法，我们是内化到潜意识深层，透过一点一滴的脚步，其实每个脚步都在强化这个意念。表面上呢，有这个1到10万，从1数到10万，野兽先生花了40个钟头，表面上有这个40个钟头的时间。然后呢，他从1000订阅呢累积到100万订阅、1000万订阅，表面上有这个5年、10年、14年的过程。但是如果你把世界看作成一个模拟环境的话，这个时间其实就是它代表是一个过程。换句话说呢，野兽先生呢，他把从1数到10万的这个40个钟头的过程录成一个影片，40个钟头。但是你如果把这个40个钟头的影片快转播放的话，它也可以只是一瞬间而已，就是它也可以只是当下那一瞬间而已。就当这个影片上传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这个结果了。那你点开来影片看，你才会看到这个40个钟头的过程。我们心念运作的规则有时候也是这样。当野兽先生心里想着说他5年后要100万订阅的时候，把这个过程在我们整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是一个模拟世界的话，把这个模拟世界，野兽先生从他初中到他100万订阅这个过程，这一段记录把它截取出来，快转播放，其实那一瞬间而已。在他具象化他未来5年要100万订阅的那个当下，他就已经实现这个过程了。可是我们在模拟世界里，我们在娑婆世界里的话，我们要亲自去走这个每一步。所以说，以我自己自学读经典的经验的话，其实确实万法由心造本来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你必须要了解它真正运作的机制，你也必须要了解这个世界的机制是什么。换句话说呢，佛经里有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跟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是有一种好比量子纠缠一样的无形的连结，而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表层想法跟这个世界是没什么连结的。我们的表层意识只是我们个体，就好像你在自己的个人电脑或个人手机里，你输入所有的讯息，你在这边做什么事情，如果你没联网的话，你做的这所有的事情就只是你在手机上做的事情而已。
我们每个人第六意识所想的东西，你就只是你个人的想法而已。那你如果希望吸引力法则生效，你必须要把你的想法，很粗浅的想法，很微弱的能量的想法呢，内化到你的潜意识里面，根深蒂固。那透过跟潜意识，它这个无线网络会跟所有的集体潜意识和整个世界相连接。这个时候，世界会为你而转动，为了你潜意识里根深蒂固的一个信念，它就开始形成。就是模拟世界就开始生成了。根据就像我们现在 AI 一样，你在你的潜意识生成，构建了一个你对未来要实现目标的那个场景。这就好比你跟整个世界的 AI 输入了你的提示词，万法由心造的这个提示词，你要输入提示词，不是输入在你的第六意识，你得输入在你的潜意识里。当你在潜意识里像野兽先生一样根深蒂固的具象化的输入了他未来5年、10年要达成的目标之后，潜意识就收到了你的提示词了。这个时候，潜意识 AI 就开始生成这个结果，就好像我们在使用 AI 生成图片、生成文字一样，它开始生成。而这个生成需要经过一段时间，这是我们娑婆世界里假的这个时间。就好比从1数到10万，你需要40个钟头。那野兽先生呢？他从1000订阅累积到100万订阅，可能要经过5年或好几年。这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时间，你需要时间生成的，因为你要生成的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所以吸引力法则要运作的关键，你一定得在内在里、潜意识里，你得把你自己个人小我的想法内化。透过行动，或透过重复，或是透过你的意志力，不断的根深蒂固的去强化这个意念，让它内化到你的潜意识当中。当这个想法，你想要一颗钻石，或你想要100万订阅数的想法，内化到潜意识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提示词才真正输入了，而整个世界这个 AI 也才开始生成你想要的这个结果。整个外境。你一方面在努力，从1数到10万，一方面在你的数字在推进，你的脚步在推进，同时世界也在生成。所以到了后面呢，野兽先生他就念到了10万了。到了后面呢，他的订阅数就达到100万了。所以说整个机制是这样运作的哈。说了那么多呢，我再绕回来说一件事情哈。体佛法师呢，他最新这一期第40集读维摩诘经的视频里面，他就有讲到这个万法由心造。因为有人问他这个问题，说，万法由心造真的吗？然后他说，我心里想着一个钻石，为什么钻石没有出现？那体佛法师就对这个万法由心造他的解释就是说，你心里想这个钻石，你心里想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想到这个画面？那他说这个就是万法由心造。因为我忘记，我可能要回去再看一次影片原来他是怎么说的哈。我现在有点没办法重复他说的话，但是我在看到影片的当下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他只把万法由心造的解释只解释说，你心里想什么画面就有什么画面。但这真的是万法由心造吗？就好像他不相信，等于是不相信吸引力法则，或是不相信万法由心造，是你想要钻石，你真的钻石会出来。你想要100万订阅，你100万订阅真的会出来，真的会啊！可是不是当下变出来，也不是一步登天的。你除了具象化这个画面以外，你得把这个画面内化到潜意识里面去。可体佛法师他没提到这一点，就是说很多人为什么会问他这个问题？其实，如果你们问我这个问题，我会告诉你，就是说你这个想法，你是在你的第六意识吗？还是你已经内化到你潜意识生成了？如果你想要一颗钻石，或者你想要任何东西，这个东西已经内化到你潜意识生成了，而它还没有实现的话，那你再告诉我，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你去举野兽先生或很多成功人士的例子都知道，很多成功人士他做到我们所认为很成功的这件事之前，你不知道他早就在心里已经把这个画面、把这一刻已经内化的非常强烈了，所以他后来才有这一天成功的这一天，让你看到。而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以为说人家是一步登天的。所以万法由心而造，你想要一颗钻石，你想要100万订阅，要实现的这个关键，不管你想要实现什么目标，你想要什么东西，第一个关键是说，
这个只是你第六意识小我思维里的一个想法，一个杂讯而已。这个杂讯是没力量的，还是说你已经把它内化升值到你潜意识深层了？这才是你输入提示词的关键。很多人说万法由心造，然后他开始想很多的东西。这些想法呢，当没有内化到潜意识之前，就好比呢，你只是在纸上写下你想要的东西，可是呢，你没有把这个你想要的这些问的问题和这些内容输入到我们 AI 的这个提示词的这个，比方说 ChatGPT 好了。你还没把 ChatGPT 打开来，你还没有在它的视窗上面输入你要的东西，你还没有按下这个生成的这个键，那 AI 怎么可能会给你回应呢？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万法由心造，为什么我没办法使用？因为你在小我的第六意识里想而已，那就好比你在纸上写下任何的想法，那 AI 不可能去回答你这个任何的问题，因为你写在纸上的东西 AI 根本就收不到。所以你要让 AI 收到你的讯息，第一个你得先在正确的地方输入正确的提示词。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像现在 AI 的这个提示词工程师很重要？你即使 AI 打开来，如果你问 AI 的这个提示词的问的方式技巧不够好的话，有时候你也问不到你想要的结果，或者说你得到的结果呢，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满意的。第一个，我们用这个AI 的提示词这个例子，其实就能够比喻万法由心造是怎么运作的。有的人他觉得说，为什么有的人别人他说他用这个吸引力法则用得很好，这就好比有的人说，哇，我用 ChatGPT 啊用得很好，因为呢这个人知道怎么样输入精准的提示词，所以呢 GPT 就可以根据他的提示词回答，让他得到满意的答案。但是另外一个人同样使用 ChatGPT，可是因为他对于这个提示词的表述不精确，他对于他自己真正想要问的问题不具体，所以说当他跟这个 ChatGPT 描述说他要的是什么的时候， ChatGPT 回答给他的答案不是他想要的。但这个问题就出在于你自己可能连你自己都不是，对于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问题都不是那么的具体，不是那么精准，以至于 AI 它也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所以它给你的回答不是你想要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我们用到这个吸引力法则上面去，其实你就会很明白这个意思。那有的人是根本就连在提示词的视窗里输入他想要的是什么都没有做这件事情，他只是在纸上写而已。所以我们很多人，你的想法如果只是停留在第六意识表层，你在想很多的东西，那都好比你在纸上写东西而已， AI 是收不到的。所以你不要说为什么万法由心造不能适用，因为你根本没有把你要的东西输入到正确的提示词的视窗里面去。那对于我们人而言，提示词的视窗在哪里呢？是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因为潜意识才有跟集体潜意识才有跟这个天地是融合为一体的。因为以佛经而言呢，包含我相、人相、众生相，还有整个世界，全部是自性生成的，所以它们的源头是相当于你如果想象呢，我们佛经讲虚空，你就要把它改成虚拟空间，就是说模拟的世界，整个世界是 AI 的伺服器模拟出来的。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想象的话，那既然整个世界所有的人，每个人，还有所有的 NPC， 还有所有的环境都是 AI 的伺服器生成出来的话，那他们本来就是相连的，跟 AI 的源头是相连的。所以任何一个人是可以跟伺服器沟通的，所以我们说佛性平等就这样。但这个跟这个源头沟通不是靠你的第六意识去沟通，你第六意识只是你个体小我内的这些杂讯而已。但是如果你能够将你的意志具象化，非常的具体，然后呢，把你想要达成的东西，把你想要做的事情内化到你的潜意识的话，这个时候就好像你把你想要做的事情输入到提示词视窗里面， GPT 这个 AI 就接收到了。所以说以我们人生而言的话，如果你能够把你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意志力、精神力，你强化它，内化到潜意识里面的话，这个时候 AI 的伺服器的源头就接收到你这个个体，它就接收到你个体的讯息，它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它在运作整个模拟世界的时候，它就会为了你而服务，为了你而去生成，这是吸引力法则。所以未来我可能也会做影片，针对这个
AI 提示词，还有使用 AI， 还有这个模拟世界，还有佛经的内容，我们再做一个单独一集，比较讲的比较具体的内容。因为我们今天是属于一个过程，这样聊到这个地方，但是可能不是那么具体，不是那么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聊。所以说我这边做一个总结哈，提佛法师他在维摩诘经的第40集的这个讲课里面有提到这个，他不是在讲这个内容，但是他在讲维摩诘经的时候他会举一些引用一些经典的例子嘛，然后他会举一些他生活中的例子，他就举到这个人家问他万法由心造，为什么不能实现？为什么我想要生成一个钻石，这个钻石没生成出来？然后他的回答其实我觉得是没有符合佛经里面要表述的意思，或者说他没有把这个意思给说出来，所以我今天就举了野兽先生的例子，还有我们使用 AI 提示词生成结果这2个例子，我来说明万法由心造的运作的关键哈。第一个，你要像野兽先生一样，你要把你的目标很具象化，内化到你的意识深层。如果你的目标只是停留在第6意识的话，那是没有用的，吸引力法则没有收到，就好像你只是在纸上写下东西，AI 的提示词视窗里，你根本就没有写下任何的文字，你也没有输出，那 AI 怎么可能会回答你问题呢？不可能的。那再来第2个，当你呢提示词输出之后呢 ，AI 要回答你这个问题是需要时间的。就像我们使用 GPT， 它是不是要开始生成很多的文字？那是不是要时间？那同样的，我们自己本身也要做，就是你有想法之后，你得去行动，就像野兽先生一样，从1数到10万，你得去做这个过程。你在做这个过程的时候呢，你本身在改变，然后大环境的因缘也在生成。那如果大环境的因缘生成，但是你没有在行动的话，你有可能跟大环境的因缘是接不上的。比方说，大环境安排了你在某个时间点会去到某个地方，遇到某个人，跟他说某句话。可是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去到这个地方，你本身没有去的话，他帮你安排了这个场景，可是你本身没有去跨出这一步的话，你只是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那大环境要帮你生成那个因缘的机会就很少。可是你如果走出去，你去为了你的目标做了很多的努力，做了很多事，遇到很多人，然后呢经历过很多努力的过程，这个时候因为你的触及面广了，那大环境呢，它要塑造一个适当的因缘，帮你实现你目标的机会就多了。举例来说，你想要生成一颗钻石，你如果走到路上捡到一颗钻石，这是一种可能。再来，你去工作的时候，你赚了一笔钱，买了一颗钻石，这也是一种可能。或者是说，你投资股票，股票突然涨了，你就赚了一颗钻石的钱，这也是一种可能。我这只是随便举例，就是说，你心中有个目标要实现，要生成一个钻石，或者说你要有100万的订阅者，但是你得去做很多的事情。透过你做很多的事情呢，大环境才有那个因缘可以去跟你搭配起来，帮你把你想要的目标实现。但是你如果什么都不做，就在家里空想，钻石要突然在你的面前，在你的桌子上蹦出来，然后呢，它没有蹦出来，你就认为说万法由心造是假的，完全是错误的见解，那就不是学佛，也不要说学佛，你就连做人处事最基本的那个概念都弄错了嘛，就想要不劳而获，所以这世界铁定不是这样运作的，好吧？那这个话题我们下次再继续聊，因为今天也聊了很多，那我们就下次见了，拜拜。